哪来的野狗，也敢在碧泉宗放肆！带着你这快死的娘，赶紧滚！求仙长赐我灵药救救娘！想要灵药也行，看见那块测验石了吗？你把手放上去，让它亮一下，想要多少都行。娘，我们走吧。一块破石头还真当测验石了，凡人就是好骗。晨儿，是娘拖累你了，咱们不要求了。堂堂正道大宗，竟视人命如草芥！区凡人敢侮辱碧泉宗，今日就教你规矩。活下去，好好活下去。不急，这就送你们母子团聚。你们什么情况？求仙人救救我娘！只要能救我娘，我愿意做牛做马，付出任何代价。凡是和妖帝沾上关系，都得死。妖帝，仙人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身负妖帝血脉，引起的天地异变，就是血脉觉醒的征兆。妖帝？什么妖帝？仙人，你搞错了，我就是个普通人，我叫楚尘，是山下村子里长大的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妖帝。是吗？妖帝九天！竟敢觊觎上古仙剑！仙剑不是尔等能动的，我们动不得，难道你这妖帝就动得？少跟他废话！今日四大宗门联手，定要将他挫骨扬灰！诸位，结四象捉妖阵！受死吧，卑鄙！不可能！我怎么会是妖帝？我只是普通人，我是娘的儿子。这是灭魂阵，一炷香后，你魂飞魄散。晨儿，是娘对不住你。如果不是我当年捡你回来，你也不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。你要杀就杀我，放我娘走行不行？晨儿，下辈子娘还做你娘。你们修仙之人不是要普度众生吗？你杀我不够，连我娘都不放过，你修的是什么仙？妖帝余孽本就该人人得而诛之。别急，我这就送你下去和你娘团聚，也算我身为正道掌门的一点人情。我楚尘对天发誓，今日不死，他日必踏平碧泉宗，为我娘报仇！不可能！灭魂阵里怎么可能觉醒妖帝血脉？狂妄！掌门，妖怪们逃出来了！你是抓我还是抓妖？这是妖帝9天的精血，用去加固封印，能镇住那些妖怪。狡猾的小子，当真以为靠些小妖就能牵制住我？浪费的那滴金血，就从你身上找回来。这一身觉醒的妖帝血，用神火炼化之后，可是上品的大补药，能助我修为更上一层楼。掌门，逃出的妖怪被尽数抓回，都杀了。你还有没有人性？他们和你娘一样，都是因你而死。放血了，别磨蹭。自己按住，别死了。你每天给我放血，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捞着，不觉得亏吗？你什么妖帝血的力量，哪里是炼化之后能比的？不炼化直接喝，修为能长得更快，比你吃10年的丹药都管用。不想试试？
你敢骗我？我杀了你！跪！赌对了，我真能控制沾染妖血的人。起来，把我身上的锁链解开。送我出去。令狐，你干什么？谁让你把他带出来的？掌门有令，任何人不得私自放出重犯。你不要命了？来人啊！监狱啦！爸。掌门有令，划分妖帝余孽者，当筑基丹10颗，敢放跑者，格杀无论。我先走，你留下来，拦住他们。不能死，还不能死。后背的伤太深，能不能熬过去，全看他的造化了。咱们这穷乡僻壤的，只能先靠这些草药吊着。你醒啦，快吃点东西吧，我娘蒸的馒头可甜了。谢谢你们救了我。这么晚了，谁呀？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在这里。你们在屋里别出来，我去看看。我乃碧泉宗弟子林墨，奉掌门之命前来降妖，家里有没有可疑之人？我们家没有什么可疑的人，仙长还是去别家看看吧。有没有？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家中不便，仙长留步。这妖物伤了我们好几个弟子，要是耽误了我捉妖，你10条命都赔不起。让开！里面还有人。我女儿染了风寒，不方便见人。真晦气！我是不想指认，会连累你们的。我现在就走。不行，天黑了，山里有蛇妖，专吃落丹的人。你现在伤得这么重，出去肯定会被妖怪吃掉的。我们村家家户户门口都撒了红黄，蛇妖不敢进来的。你就放心在这儿养伤吧。多谢你们，等我伤好了，一定会报答。不用报答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和娘就在隔壁屋，有事你喊我们就行。为何此处会有这般强大的妖邪？一个凡人身上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妖邪气息？想要我，来抓我呀！妖帝余孽楚尘，
没想到你居然躲在这小村子里，还勾结妖物残害凡人。乖乖跟我回碧泉宗领罚，我还能给你个痛快。上头。是那只吃人的蛇妖，它怎么闯到村里来了？这下我们都活不成仙人了！，求您救救我们，除掉这个蛇妖啊！求仙人除妖，救我们全族！各位乡亲不必害怕，我乃碧泉宗弟子林墨。今日既然碰到了这妖孽，定不会让他祸害你们。不过是条还没化形的小蛇妖，也敢在正道修士面前放肆，看我今日如何收他！区区小妖也敢放肆！天竟然这么坚硬！不知死活的畜生，中了我的离火符，还不乖乖受死！不可能！你怎么会有接近化龙的修为？人人败了。护住村民！一条蛇妖居然敢学人行善，哈哈哈哈哈！还想护住这些贱民，真是可笑！它竟然在保护我们！碧泉宗不是自称正道吗？连这些无辜的村民性命都不顾了！这些凡人能为正道而死，是他们的福气。你快走，别硬撑了！臣遵妖帝旨意，护村民周全。这可是我碧泉宗的仙府大阵，专门用来炼化妖物的。今天我就把你们这些妖物和这群贱民一起烧成灰烬，也算我功德一件。住手！有什么冲我来？哦，对了，你那个死鬼老娘，当初在镇妖台被灭魂阵烧的时候，哭的可比你现在惨多了。闭嘴！要不是你身上有妖帝血脉，你娘怎么会被段掌门练得魂飞魄散？我要是他，当初就不该捡你这个灾星魂，真是活该落得这个下场。该死！居然忘了这块华龙的蛇妖的妖丹，赶紧给我！还直接生吞妖丹呢！你是古往今来第一个，真是找死！我倒要看看你什么时候被妖力撑爆！
疯了，夜长梦多，只好让你先去死了！别杀我！你娘的魂魄被镇压在碧泉宗的玄武印底下，才过7749天，他就真魂飞魄散了。说什么？我娘的魂魄还在？千真万确，掌门打散你娘肉身时，特意用玄武印收了她三魂七魄，就等着引你上钩。你跟我回宗，我在掌门面前替你求情，定能让他入轮回，下辈子投个好人家。你最好没有骗我。杀了你！老子就是碧泉宗首功，到时候掌门赏我出鸡丹，我就能一步登天。蠢货，真以为老子会带你回去？妖帝血脉又如何？还不是被老子耍的团？找死！刚觉醒血脉就这么大的火气，不怕把自己的经脉烧？算你运气好，碰到了我。救我！没想到这化龙妖丹的力量居然这么狂暴，拼了！你干什么？不想死就别乱动，我这九尾寒冰链能锁你经脉里乱窜的妖力，耗了我100年修为。真是亏大了！你往哪靠呢？登徒子！多谢姑娘出手相救，大恩大德，没齿难忘。日后姑娘若有差遣，楚臣上刀山下火海，绝无半分推辞。站住！我耗了100年修为帮你稳住化龙妖丹的力量，还被你平白占了便宜，你就想这么走了？我还有要事在身，若能活着回来，定当报答姑娘的救命之恩。姑娘想要什么，只要我能做到，绝无二话。你和那碧泉宗弟子动手的全过程，我都看见了。碧泉宗是修仙联盟之首，掌门段天更是半只脚踏入仙人境的强者，手里握着上古仙兽玄武的本源之力。护山大阵更是固若金汤，就凭你现在这点修为，独自闯山和送死有什么区别？我当然知道。可我娘的魂魄最多还有49天就要魂飞魄散，我等不了。就算是送死，我也必须去。我有办法让你在短时间内拥有和碧泉宗正面对抗的实力。什么办法？想要对抗碧泉宗的玄武之力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获得其他上古仙兽的本源力量，抽取他们的本源之力，提升宗门实力。你身负妖帝血脉，自然也能吸收这些仙兽的力量。到时别说踏平一个碧泉宗，就算掀翻整个修仙界，都不在话下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和你一样，早就看不惯这些正道人士虚伪的嘴脸了。100年前，我青丘狐族全族就是被碧泉宗以除妖的名义屠戮殆尽，老弱妇孺无一幸免。这笔账我也迟早要算。最近的是哪个？神火宗，他们镇压的是仙兽朱雀。神火宗的掌门雷浩最擅长用火，有我这天生极寒之体帮你破他的火阵，不成问题。千仙、婶子，若不是我躲到这里，你们也不会遭此横祸。我楚臣对天发誓，他日我定踏平碧泉宗，手刃段天那个狗贼，让他血债血偿。就2个守卫，我直接打晕他们进去就行。傻不傻？你一打晕他们，警报立刻就响了，到时候整个神火宗的弟子都围过来，我们还怎么找朱雀内丹？看我的！什么人？神火宗重地，闲杂人等不得靠近。两位仙长，我是山脚下村子里的，我爹得了重病，听说神火宗的灵药能治百病，能不能行行好，让我进去求颗灵药啊？求求你们了，我爹快不行了。好，你进去吧。别冲动，这是9离火网大阵，硬闯的话，火焰瞬间就会把你烧成飞灰，还会惊动整个神火宗。你明知道有这阵法，还带我来？我又不傻。
么知道这里有密道？我之前来偷过好几次丹药，这条路我熟得很，能直接通到神火宗的焚心焰窟。快点跟上，别掉队。吞噬妖丹提升修为吗？真是变态！师尊，要不要立刻传信给雷掌门，让他严加戒备，免得被那妖帝余孽得逞？不必，他去了，我们就能坐收渔翁之利。雷浩那个老东西，抽了朱雀100年肾火，也该吐出来了。走，我们跟在后面，别打草惊蛇。这里就是焚心焰窟，是神火宗丢弃废丹炼化妖物的地方，平时根本没人来。朱雀内丹就被雷浩那个老鬼放在艳阳最里面的岩浆池里温养着。我们楚晨，不好，这火焰可直接灼烧神魂，勾起人内心最深的痛苦执念。娘，你别过来，我没有你这个儿子。娘，你说什么？我是晨儿啊，你的晨儿啊！我要是早知道你是妖帝余孽，当初就该把你扔在雪地里冻死。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被段掌门抓来受这种活罪？都是因为你，都是你害了我！坏人，你害死了我和我娘，你还我娘的命来！你就是个灾星，走到哪里哪里就死人，怎么死的不是你？去死！给我们偿命！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害了你们，我该死。再这么下去，他的神魂就要被烧干净了，不能就这么前功尽弃。楚晨，醒醒，别被幻境迷惑了，那些都是假的。或许我真的该死，如果没有我，娘和倩倩他们就不会死。楚晨，醒醒，别被幻境迷惑了，那些都是假的。不对，娘从来不会怪我，倩倩也不会恨我，都是幻觉，这些都是假的。刚才燕窟那边好像有动静，过去看看，别是有人闯进来偷药丹。哪有什么动静？肯定是你听错了。这鬼地方除了我们，谁会来？赶紧走吧，这里热死了。回去喝口酒，凉快凉快。看什么看？要不是本姑娘出手，你现在早就被烧成傻子了，还不赶紧谢谢我？这次多谢姑娘了。朱雀的内丹就在燕窟最里面的岩浆池里，现在外面看守不严，正好是动手的最佳时机。不过我可警告你，朱雀的本命神火比这噬魂火厉害10倍，可别再被迷了心智，还要本姑娘救你。我可没那么多修为耗在你身上。娘，再等我一段时间，我一定会拿到朱雀内丹，踏平碧泉宗，救你出来。这就是朱雀？没错，要不是被雷浩用困仙锁锁了100年，就凭我们2个，根本进不了他的身。全盛时期的朱雀，一口神火就能把我们烧成灰烬。好强的威压！他这是在警告我们，100年的囚禁之苦，他对人类早就恨之入骨了。我们贸然闯入，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怎么拿年丹？直接杀了曲丹不就行了？反正他也活不了多久。你认真的？就算我们能杀了他，和那些屠戮妖族的正道修士有什么区别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管这些？你不想救你娘了？只要能拿到内丹，他是死是活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娘的魂魄被碧泉宗掌门段天镇压在玄武印下，我需要你的内丹救他出来。我知道你被镇压在这里100年，受了很多苦，只要你愿意借丹给我，等我救了我娘，
我一定回来帮你解开困仙锁，助你重获自由，绝无半分虚言。他怎么了？疯了吗？妖帝，你这个叛徒！当年将我弃在这里100年不管，现在还有脸回来要我的内丹？什么妖帝？我不是。躲开！他把你当成100年前的妖帝了。难道他和妖帝有什么关系？看他这恨意，当年妖帝肯定是坑过他。我不是什么妖帝，你认错人了。你身上有他的血脉，还有他的妖纹，你敢说你不是他的后人？他一走就是100年，我在这里被雷浩那个狗贼日日压榨仙力，生不如死。这笔账，我今天就先算在你头上。这么下去不是办法，要不先撤，等以后再来。不行，没时间了，我娘等不起。他既然是上古仙兽，会不会也对妖帝血脉有反应？以妖帝血脉之名，我命令你住手！他好像被镇住了。妖帝并没有丢下你，他被段天偷袭而死。就算死，也得死个明白吧。妖帝与人族到底有什么过节？好，就让你们死个明白。那是200年前。仙长，求求你收留我们吧，我们被恶人追杀，走投无路了。受死吧，卑鄙！妖帝并没有丢下你，他被段天偷袭而死。什么？妖帝死了？不可能！你们这些骗子都该死！我不会再相信人族的话。原来妖帝不像传闻那么穷凶极恶，我被骂了这么久的灾星，是这些所谓正道宗门造的孽。楚尘，我最多能撑10息，快动手！是妖帝的气息，我被镇压在这里100年，本命活已经被抽走了90%，就算解开锁链，也活不了多久了。我的内丹里凝聚了我全部的修为，还有妖帝陛下当年留给我的一丝本源之力，你拿去吧，希望你能替妖帝陛下报仇雪恨。好疼，力量要溢出来了！雷浩这老鬼居然在焰寇里藏了熔火杀阵，这是专门用来炼化大妖的杀阵。楚尘，看着我，我是天生极寒之体，可帮你卸掉神火多余的力量。为什么？你不会真以为我耗损100年生为救你，跟着你闯神火宗，甚至牺牲清白帮你调和仙丹力量，是看上你这个无父无母一无所有的毛头小子了吧？那你在青流村救我，密道里你帮我挡噬魂火，刚才你拼着命帮我挡火墙，这些都全是假的。不然呢？我们狐族最擅长的就是逢场作戏，不演得真一点，你怎么会心甘情愿帮我拿仙丹？你以为我真的在乎你那个死了的娘，在乎青牛村那些贱民？我从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朱雀仙丹，只要吞了这仙丹，以我的寒冰之体融合朱雀神火，
就能修成传说中的冰火大法，到时候整个妖族都要奉我为主，我就是新的妖帝。原来4大仙兽竟然全都是当年妖帝在小院里养大的灵宠。等你修炼成仙，我就带你去看遍3界的火景。万妖谷被攻切时，被4大宗门抓走镇压。不可能，他的心脏都被我捅穿了，怎么还能动用神火？这不可能！啊！我可是未来的妖族之主，我还要统领妖族，称霸3界！啊！你不是已经把内丹给我了吗？怎么还在这里？我只是把内丹暂存在你身体里而已。什么意思？我被镇压了100年，肉身早已油尽灯枯，你的身体就借我用用吧。等我掌控了你的身体，我就踏平4大宗门，报我100年囚禁之仇。你要霸占我的身体？100年了，我被镇压在这鬼地方100年，日日被抽走本命神火，肉身被炼得油尽灯枯。要不是你这个妖帝后人送上门来，我恐怕就要永远被困在这岩浆池里，做雷浩提升修为的杨亮。就是死，也不会让你占了我的身体。还要救我娘，要给倩倩他们报仇。你以为还有的选？我被抽走了90%的本命生物，就算解开那些破锁链，也活不了多久。正好借你的妖帝血脉重活一世，等我出去第一个就扒了雷浩的皮，把他扔进这焚心焰窟里烧上100年，报我这100年的囚禁之仇，然后再踏平整艘仙界，让那些人类也尝尝被火烧的滋味。信不信我现在就自爆蛇丹，和你同归于尽？你永远别想离开这里！小子，你敢？难道不想救你母亲了吗？我看过青牛村的村民死在修仙者手下的惨状，到时候4大宗门为了对付你，只会把战火引到凡界，无数凡人会像切切他们一样死在战火里。我不能这么自私。我娘若是知道，她也会理解我的。能和你同归于尽，也算值了。住手！快住手！我不占你的身体了还不行吗？我不想再被困在这里了，我不想永远待在这暗无天日的岩浆池里。我在你残魂上设下了神魂禁制，以后你要是敢再动歪心思，我一个念头就能让你神魂俱灭。从今往后，你就待在我的丹土里，要是表现得好，等我踏平4大宗门，救回我娘，自然会帮你重塑肉身，还你。小贼，竟敢闯我神火宗禁地，盗走朱雀仙丹！雷掌门，你抽了朱雀100年的本命神火，就练出来这么点花架子，也太让我失望了。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呢。不可能，这是我神火宗的9天玄火剑阵，是祖师爷传下来的至宝，你怎么可能挡得这么轻松？焚天灭地！他疯了吗？居然敢徒手接掌门的焚天剑气，那可是连法器都能轻易融化的神火，他这是在找死！就这，我引以为傲的神火，在他手里居然像玩物一般不堪一击，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众弟子听令，接9宫圣火阵，我就不信杀不了他！小子，这9宫圣火阵是我专门为了炼化朱雀设计，就算是朱雀本尊被困在里面，也要被炼得神魂俱灭。笑话！想用老子的神火烧老子的神魂，雷浩这个老东西真是痴心妄想！你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力量？这不可能！本命法宝
居然被他一掌拍废了！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你抽了朱雀百年神火，也该还账。百年的债，今天就一次性还清吧。难道我神火宗要灭在一个小辈手里？我不甘心！段天，段掌门，这小贼偷了朱雀仙丹，伤我宗门数百弟子。您是修仙联盟盟主，要为神火镇做主啊！段天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还没去碧泉宗找你，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不过是融合了一枚朱雀内丹，就敢在本座面前叫嚣？少废话！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你不是很威风吗？怎么现在趴在地上像条狗一样？哦，对了，你娘当初在镇妖台的时候，也是这么跪在我面前求我饶你一条狗命。等你死了，我就把你们母子的魂魄锁在一起，永生永世受灭魂火灼烧，好不好？你这个畜生！别硬拼，这老东西修为比你高太多。神火宗建在火山矿脉上，100年间我被抽走的本命神火全都渗进了山体里。我能调动这些残留神火，引爆表层矿脉。你必须趁机跑。怎么回事？段掌门，快追啊！他偷了朱雀仙丹，放虎归山，后患无穷啊！你倒是会求人，可惜失去了朱雀的神火宗，不过是没了牙的废物，也配让我出手？段掌门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可是同属修仙联盟。修仙联盟不过是我用来制衡各宗的工具罢了。如今朱雀没了，你和你这群没用的弟子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段天，我跟你拼了！放消息出去，就说妖帝余孽楚尘盗走朱雀仙丹，屠杀了神火宗满门。雷浩为了护宗战死，悬赏整个修仙界，只要能拿到楚尘的人头，赏上品灵石10万，破镜丹一枚。还活着。醒了，这5天睡得可还舒服？5天？如今剩下的时间不多了。多谢老人家救命之恩，我还有要事在身，就不叨扰了。把粥喝了再走。不是，我和段天交手时受的重伤，竟然痊愈了。虽然妖力耗尽，但就算有朱雀圣火的自愈能力，少说也要半个月才能好全。这粥有问题。没想到世间还有妖帝血脉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妖帝血脉何等珍贵，竟然在你这么个毛头小子身上浪费了大半，真是可惜。怎么也想把我抽干了血炼丹？你身上的妖帝血近乎流尽，根本没炼丹的价值。与其抱着这点残缺的妖帝血脉等死，不如就此觉醒灵根，好好修行。修行？我见识过那些所谓正道人士的下作无耻，那些修仙者满口仁义道德，背地里却比妖物还要恶毒。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和他们同流合污。修行就好比是一把剑，这把剑是用来杀人还是救人，全凭握剑的人自己的心意。
我连最基本的灵根都没有，根本入不了修行的门。虽是下品灵根，在你妖力恢复前也足够修行了。这就是灵根？你竟然能凭空造出灵根，这怎么可能？就算是传说中的仙人，也没有这般改天换地的能力。你到底是谁？周老在家吗？周老，上次你说胸口总是发闷，这是我特意从宗门丹房给你拿的氧气丹，早晚各服1颗。你年纪大了，别总天不亮就去河边打鱼。就你这小丫头最惦记我。来，这捆菜和鲤鱼你带回去吃，比你们宗门那些寡淡的辟谷丹有滋味多了。这菜和鱼上都萦绕着极其温和的灵气，哪怕是宗门灵田里种出来的灵蔬，灵气也未必有这么纯粹浓郁。谢谢周老。你有灵根？下等灵根而已。我知道你们修仙宗门最看重灵根资质，你不用觉得可惜，我早就习惯了。谁说下等灵根就没有修行的前途了？资质固然重要，可信性和毅力才是走得长远的关键。勤能补拙，只要肯下苦功夫，未必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路。忘了介绍，他叫阿战，我新招的伙计。唐姑娘是万剑宗的大师姐，你不如跟着她修行。你要是愿意，可以拜入我万剑宗。虽然不能进内门做核心弟子，但可以先在外门慢慢研习。宗门里的基础功法和藏书阁，你都可以自由出入，总比自己瞎琢磨强。没想到眼前这个万剑宗的大师姐，竟然会主动邀请一个下等灵根的普通人入宗。眼下我妖力耗尽，根本不足以和段天抗衡，不如先躲在万剑宗。修仙联盟定然猜不到我会躲在内部，我愿意。大师姐，我带个新入宗的弟子来登记，你就拜入我门下吧。谢师姐。何事这般匆忙？妖帝余孽楚尘，盗取朱雀仙丹，屠杀神火宗满门，上百弟子和雷浩掌门全部惨死在他手上。段天竟这般无耻，明明是他自己屠杀了神火宗满门，竟然把脏水全都泼到我头上。他和通缉令上的楚尘长得一模一样。不好，我的妖力在和段天一战后几乎耗尽，根本不可能在这么多弟子的围攻下脱身。现在被抓根本解释不清，现下只能抓住汤影当人质，才有机会逃出去。阿詹是我刚收下的弟子，今日才刚入宗，怎么可能是妖帝？这其中一定有误会。妖帝生性狡诈，说不定是故意伪装成普通人混进我万剑宗的。宁可杀错，不可放过。万一真让他混进来，宗门可就危险了。说得对，宁可杀错，不可放过。是不是妖帝？测一下不就知道了。测妖时一碰到妖族气息就会有反应。如果阿战拿起测妖石没有反应，就证明他是无辜的。就这么办。要是测妖石亮了，就算大师姐也不能护着他。拿着。我体内还藏着朱雀仙丹，万一有反伤再怎么办？不敢接，心里有鬼是不是？我看你就是那个妖帝楚尘，别磨蹭了，赶紧拿起来测。要是真的是妖帝，兄弟们还能拿你换10万上品灵石和破镜丹呢。难道他真的是妖帝？不管了，拼一把！都看到了，测妖时没有反应。阿詹不是妖帝，不能单凭一张画像就冤枉好人。算你小子运气好，别让我们抓到把柄，否则就算你是大师姐的弟子，我们也照样抓你去领赏。奇怪，为何朱雀仙丹没有被测妖时发现？笨蛋，老子是仙兽，怎会被发现？可你们不是妖帝的灵宠吗？天机不可泄露，以后你会知道的。我感应到白虎被镇压在这里，既然来了，不如拿到他的仙丹，有助于你提升实力。你确定是这个方向吗？老子的感知不会错的。
大师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他为什么要杀同门？谁在那里？出来！这位看起来平易近人的大师姐，杀起同门竟也毫不手软，果然也和碧泉宗那些虚伪的正道人士一样，道貌岸然。秘境就要再次开启，若这次还拿不到仙剑，你的寿元根本撑不到下一个100年。100年前若不是妖帝9天拦着，我早就拿到了。千真万确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仙剑当真能展开天门？等天门开启，我回到仙界，自然会带你一起飞升，让你也得个仙级，永享仙寿。对了，你打算怎么处置那个妖帝余孽？他已经融合了朱雀仙丹，若是放任他成长下去，迟早会成为大患。我已经动用了修仙联盟全部的人手去找他，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只要他肯现身，立刻就能将他诛灭。今天我们练基础剑诀流云式。阿战，你上来。弟子初学乍练，不是大师姐的对手。他竟敢拒绝大师姐，能和大师姐过招，那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。我不用灵力，赏你1颗固本培元丹。我靠，那可是中品丹药啊，1颗就能抵得上3个月的苦修。大师姐也太大方了吧！我要是阿战就好了，哪怕挨揍也值啊。你现在正需要丹药来辅助修炼，这丫头好像有意帮你。既然大师姐这么说，那弟子就冒犯了。来吧，不用客气，尽管出手。他究竟想干什么？明明昨晚刚杀了同门，今天却又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，来教我练剑。速度好快！他明明没有动用灵力，单凭力道就比我强这么多。再来！这个阿长也太厉害了吧！竟然能接大师姐10几招，我上次3招就被打趴下了。大师姐明显是在放水，不然她哪里能接得住这么多招？哦，快的剑！大师姐这一招也太狠了吧！这颗固本培元丹是你的了。多谢大师姐。萧淼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也听说师姐最近新收了个好苗子，不如切磋交流一下，让弟子们开开眼界。不必了。师姐这是怕了。宗门里谁不知道你是掌门选定的下一任继承人，未来的万剑宗宗主？这点小小的切磋都不敢答应，传出去别人还以为我们万剑宗是懦夫，岂不是让人笑话？萧师兄这话也太过分了吧！萧师兄觊觎大师姐的位置也不是1天2天了，今天摆明了是来找茬的。掌门之位有德者居之，师姐要是没这个本事，大可以主动拒绝继任，省得到时候镇不住宗门弟子。就是，你们几个不如跟随萧师兄修行，跟着废物就只能是废物。够了，我清楚你眼红这个位置很久，不就是切磋吗？我答应你，今天我就好好给你长长见识，看看我这个未来的宗主够不够格。别啊，师姐，你我动手，万一伤了和气多不好。不如就让各自门下的弟子出战，既能切磋技艺，也不伤同门情谊。高瑜，你来。是那个实力仅次于萧淼的高瑜，我们跟他打和送死有什么区别？至于你们这边，我看这个新来的就不错。萧淼，你不要太过分。阿战刚开始修行，连基础剑招都不会，怎么可能是你门下弟子的对手？难道外面的妖魔会看他修为低就不杀他了？还是说，师姐你对自己的弟子这么没信心？阿战昨天才入宗，萧师兄这摆明了是要欺负人啊！大师姐若不敢应战，趁早把继承人的位子让出来，省得误人子弟。萧师兄比你更有资格。等我继任了掌门之位，可以让你做我的妻子，到时候你安安心心在后院给我生孩子。放肆！我应战。阿战，别冲动。我没看错吧？临阵服药。这固本培元丹需要时间炼化才能发挥药效，你现在吃，
根本起不了半点效果。你是不是傻？借你用。小子，跪下磕3个响头，我可以考虑打断你一条胳膊就了事。等你死了，会有人为你送终。我没听错吧？他一个刚入宗的外门弟子，居然敢说要打死高瑜！疯了！这小子肯定是疯了。高瑜师兄可是宗门排名前10的高手，一根手指头就能碾死他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等把你的牙都敲碎，看你还敢不敢口出狂言！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力气？我没看错吧？他刚才居然挡开了高瑜师兄的剑。不对，他根本不像刚开始修行的人，那举重若轻的卸力手法，比我见过的任何长老都要高明。而且他的气息还在不断攀升，明明刚服下固本培元丹，竟然已经有了突破的迹象。高瑜，没吃饭吗？我非宰了你不可！此子刚入宗就有这般实力，要是让他成长起来，将来必定是我的心腹大患，绝不能留。真是见鬼了！这小子绝对有诈！有老子的神火在，刚吃下去的丹药早就被催发到极致了。高瑜，切磋而已，你竟敢动用术法！敢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脸，就让你后悔来万剑宗！师姐，别过来，我还没输。生死有命，技不如人，死了也是活该。萧淼，你疯了吗？他是我的弟子！清明剑气，去！不可能！我竟被火符箓击败了！我说过，等你死了，会有人为你送终。生死有命，技不如人，死了也是活该。阿詹，此子心性歹毒，竟对同门下死手。来人，送到执事堂按门规处置。我看谁敢动他！萧淼，你当众出手偷袭我门下弟子，真要闹到执事堂，我倒要让全宗门都看看，你的得意门生高瑜被我一个刚入门3天的弟子打成废人，到底是谁更丢人？他刚才用的火符箓威力怪异，绝对有问题，说不定他就是修仙联盟通缉的妖帝余孽，故意混进我万剑宗。萧淼，住手！拜见掌门。方才我察觉到有朱雀神火的气息，特意过来看看。师尊，就是这个叫阿战的，他和高瑜切磋，用了3张诡异的火符箓，弟子怀疑他和神火宗被灭门一案有关，甚至可能就是妖帝余孽楚尘。回掌门，那些火符箓是弟子以前从一个云游术士手里买来的，他说这是高级符箓，危急时刻能保命。弟子也不知道它威力这么大。阿战，别动，你的伤很重，要不是底子好，恐怕早就没命了。多谢师姐，这点小伤不碍事，不用这么麻烦你。说什么傻话？你是我门下的弟子，我当然要对你负责。我是说，师姐对师弟本来就该多加照顾，你别多想。这是我以前用的佩剑，名叫逸飞，现在我换了本命剑，就送给你吧。多谢师姐，等我以后有了更好的剑，一定还给你。不用还，给你就是你的了。你好好养伤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傻小子，这姑娘明显是对你有意思。这剑叫逸飞，一飞一飞比翼双飞啊，这摆明了是定情别乱说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救我娘的事，没时间想这些儿女情长。等我伤好点，就把剑还给她。对了，我感应到白虎的封印有松动的迹象。事不宜迟，这就动手。师姐，为何万剑宗内会有妖怪？他们和之前的狐妖一样，都是想趁着封印松动进来抢仙丹的。难道就要死在这儿？逸飞，阿詹，
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先解决了这些畜生再说。就算走不掉，也要拉你们垫背。妖帝气息。刚才的气息，难道是妖帝真藏在我万剑宗内？传我命令，即日起加强白虎禁地的守卫，所有内门弟子轮值看守，没有我的手令，任何人不得靠近禁地半步。好冷。我的神火帮他驱毒，但必须把神火直接注入他的体内，否则没用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动手啊！你急什么？神火太过霸道，他一个人类修士根本承受不住直接灌输，必须通过阳气渡过去。也就是说，你得和他有肢体接触，把神火渡到他体内。没别的办法了吗？再耽误个1刻钟，他就彻底没救了。你自己选吧，是救他，还是等着给他收尸？阿展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我不会让你死的，你相信我吗？我怎么会和他睡在一张床上？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什么感觉？伤口还疼吗？你先说，我们昨晚……我什么都没做，真的。我要是有半句假话，天打五雷轰！哟，还说对人家没意思。昨天晚上吻得那么主动，我都看见了。这件事你不准说出去，要是被第3个人知道，我亲手杀了你！昨夜后山禁地有狼妖闯入，被妖帝之力斩杀。妖帝？怎么可能？昨夜分明是阿灿救的我，莫非……本座可以确定，妖帝余孽楚尘现在就藏在我万剑宗内。什么？妖帝人居然藏在我们宗门里？这怎么可能？若是让修仙联盟知道我们包庇妖帝，定会怪罪。你们新收的弟子之中，可有可疑之人？师尊，弟子知道是谁，就是大师姐新收的那个弟子阿战，他和通缉令上的楚尘长得一模一样。休要血口喷人，阿寨刚入宗的时候就测过妖石，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是妖帝？测妖石怎么了？妖帝诡计多端，随便用个什么法子瞒过测妖石，不是很正常？大师姐这么维护他，莫不是和他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？你说我和妖帝有染，可笑至极。为了宗门，我可以怀疑一切。够了，唐颖，你受伤了。我懂了，你串通妖帝夜闯禁地，却遇上偷跑进来的狼妖，你为了给他争取时间，这才受伤。荒谬！我的伤是昨夜修炼心急导致的内伤，怎会与妖帝有关？狼妖的爪毒何等霸道，不如让大家看看你身上有没有妖毒。你别太过分！够了，本座亲自查验，体内确实只有灵力紊乱的迹象，没有妖毒残留。怎么会？无端揣测栽赃同门，按门规应当杖责50，禁足3月。一定是你用了什么妖法！够了！你是质疑本座也在包庇妖帝吗？现在你是为了宗门安危，罚你闭门思过3个月，俸禄减半。此事就这么定了。唐颖，我们走着瞧。仅仅1夜时间解掉妖毒，伤口痊愈。阿展，真的是妖帝楚尘吗？妖帝楚尘，他怎么会突然说出这个名字？难道我身份暴露了？妖帝楚尘何等穷凶极恶，怎么会是你这副相貌平平的样子？应是昨晚你用妖力的气息被苏无极察觉到，再不抓紧时间拿到白虎仙丹，只会夜长梦多。你们几个随我下山捉妖。这是昆妖阵的阵旗，你们分别去村子东西南北4个方向设下，别打草惊蛇，伤到村民。你是说这个妖怪和白虎有关系？是虎妖，起阵！妖孽，
竟敢在村子里作祟伤人！县长，县长手下留情啊！这狐妖是好妖，他从来没有伤过人啊！是啊，县长，前2年山崩，我们村子被埋了半个，要不是小虎挖开土石救了我们全村人早就死了。可我们收到的消息是说有妖物在村子里作祟，伤了好几个人。是山脚下的地主想抢我们的地，我们不肯，他就故意造谣说我们村子里有妖物，想让县长们把我们赶走。一派胡言，妖就是妖，哪有什么好妖坏妖之分？他们天生就该被我们正道修士诛杀，就算现在没伤人，以后迟早会伤的。大师姐，别听他们胡说，杀了这虎妖，我们也好回去复命。不能杀呀！县长，求求你们了，小虎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你们要是杀了他，我们全村人都过意不去呀！师姐，我看这虎妖确实不像恶妖，他眼神里没有凶煞之气，而且村民们都这么说，不如就放了他吧。诸位乡亲请起，我万剑宗弟子本就是为了保护凡人，既然这虎妖从未伤人，还救了你们的性命，我们自然不会杀他。若他以后一直安分守己，不伤害凡人，宗门不但不会对付他，还会引他走上正道，帮他修炼化形。多谢县长大恩大德。小虎，我的小虎啊！为什么要杀他？一只虎妖而已，也配走上正道，简直是妄想。挖了内丹，带回宗门换修炼资源，也算他的福气了。功劳，在你眼里，一条护着全村人活下来的性命，就只是你换修炼资源的功劳？不然呢？妖就是妖，生来就该被我们正道修士诛杀。怎么，你还为了个畜生跟我较真？别忘了你自己也只是个刚入宗的新人，还敢管我的事？我刚才已经说了放过他，你竟敢抗命！斩妖除魔本就是我们正道弟子的本分，我这也是为了宗门着想。万一这虎妖以后兽性大发，伤了人，谁担得起这个责任？我这是防患于未然，何错之有？好一个防患于未然！你有什么资格决定他的生死？就因为你是所谓的正道弟子？我杀个妖还要你个废物指指点点？我不仅要杀他，等会儿我还要把这包庇妖物的村民都抓到宗门问罪。看你们是一伙的，都和妖物脱不了干系。你敢！海晨，你干什么？他既这般漠视生命，就该付出代价。一个废物，怎么会有这般强的力量？杀你这种小人，易如反掌。还有气，小虎还有气！我保证会救他。多谢县长，我们全村人都记着你的恩情。你重伤同门，还私藏妖物，已经触犯了门规，立刻跟我们回宗门受罚。怎么，你们也要和我打吗？早就觉得你不对劲儿，现在看来萧师兄说的没错，你肯定就是妖帝余孽，不然怎么会为了个妖物重伤同门？我原以为万剑宗不同于其他正道宗门的卑鄙下作，看来是我想错了。不是的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帮你。就凭你这个还没做完的继承人位置，怎么帮？废我修为，逐出宗门，你连萧淼都压不住，连自己门下的弟子都护不住，拿什么帮我？你口口声声说门规，那他公然抗命诛杀善妖，触犯的是哪条门规？他意图伤害村民，触犯的又是哪条门规？你们口口声声说正道，说斩妖除魔，可你们杀的妖是护着全村人活命的善妖，你们护的人是草菅人命的恶徒，这就是你们万剑宗的道，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公正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宗门的规矩……我不想听什么狗屁规矩，我只知道做错事的人该受惩罚，无辜的性命该被保护。你们要抓我回去领罚，不可能。那我只能得罪了。今天就算是绑，我也要把你绑回宗门，绝不会让你误入歧途。我看误入歧途的是你。我问你，你上次在后山杀的那个同门算不算是罪人？你是不是也该回智士堂受罚？你怎么知道？是我亲眼所见。怎么不说话了？你刚才不是义正言辞地说门规公正吗？你不是说绝不偏袒罪人吗？怎么到了你自己身上就没话说了？不是的，我杀的那人是混进宗门的奸细，执事堂已然知晓，只是不宜声张，所以才秘密处决。大胆，竟敢对大师姐如此无礼！兄弟们，一起上，拿下他！
今天谁敢上前，我不介意多费几个。这不是普通的火焰，这是朱雀仙火。阿战，你就是妖帝楚尘？是我。他就是妖帝后羿，那个修仙联盟悬赏10万上品灵石，外加1枚破镜丹同级的妖帝。为什么要骗我？你明明就是楚尘，为什么要装作普通人混进万剑宗？你接近我是不是也是为了利用我？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从碧泉宗逃出来的时候，我被段天打成重伤，命悬一线，是周老救了我。那时我妖力耗尽，修仙联盟到处通缉我，瞒你是逼不得已。好一个逼不得已！你知道掌门怀疑有妖帝混入宗门的时候，拼尽全力为你辩解吗？你说的逼不得已，就是看着我像个傻子一样被你蒙在鼓里。抓住他，我们就能领赏了。修仙联盟的悬赏够我们修炼到金丹期了。上！放我们出去！有种你和我们堂堂正正打一场！我就知道你拿到朱雀仙丹之后，一定会来抢白虎仙丹的。妖帝陛下，本座已在此恭候多时了。苏掌门既然知道我是妖帝，就该知道这白虎仙丹我志在必得。你若现在束手就擒，跟我去碧泉宗向段掌门请罪，兴许能留你一具全尸，也免得我万剑宗落得个窝藏妖帝血脉的罪名，被修仙联盟问责。我现在是万剑宗的弟子，若是你把我交出去，碧泉宗对外宣称万剑宗窝藏妖帝血脉，你觉得段天会放过这个吞并万剑宗的好机会吗？万剑宗数千弟子的性命就在本座一念之间，我不能拿整个宗门的前途赌。为了保全宗门，我必须把你交出去，万剑宗才能躲过这一劫。苏掌门，你太天真了。段天的野心是整个修仙界，神火宗已经没了，下一个就是万剑宗。你把我交出去，只会让段天觉得万剑宗软弱可欺，到时候他随便找个借口就能出兵灭了万剑宗。你觉得他会因为你交出我就放过万剑宗吗？你想怎样？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和我合作。你帮我拿到白虎仙丹，我帮你灭了碧泉宗，到时候万剑宗就是修仙联盟第一大宗，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。绝不可能！段天已经半只脚踏入仙人境，手里还有玄武之力，整个修仙界没有人是他的对手，与他为敌就是找死！我不能拿万剑宗数千弟子的性命陪你疯！段天确实很强，但不是没有弱点。他费尽心思想要拿到上古仙剑，就是因为他寿元将近，根本撑不了多久。只要我们拿到白虎仙丹，就算他有玄武之力，我也未必不能和他一战。这个理由还不够，我凭什么信你不会反过来对付万剑宗？我今天要是拿不到白虎仙丹，我们就同归于尽，到时候万剑宗千年基业毁于一旦，你就是宗门的千古罪人。朱雀仙丹的自爆威力足够把半个万剑宗夷为平地。他的样子不像说谎。朱雀仙丹一旦自爆，别说半个万剑宗，就算护山大阵都挡不住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已经撤掉了镇压白虎的法阵，至于能不能拿到白虎仙丹，全凭你自己的本事。你最好记住今天的承诺，若是敢耍什么花样，就算拼上整个万剑宗，我也会让你陪葬。段天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楚尘不仅没死，还拿到了朱雀仙丹。急什么？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楚尘不过是我棋盘上的一颗棋子罢了。你糊涂！我警告过你，绝对不能让楚尘成长为第二个妖帝9天。一旦他彻底觉醒前世的全部力量，我们的升仙大计就会彻底功亏一篑。我不明白，不过是个转世的妖帝罢了，就算觉醒了血脉，又能如何？你我联手，难道还对付不了一个毛头小子？更何况这妖帝到底是什么来头？200年前他凭空出现，一统妖族，从来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。楚天，放下你背上的剑，本王饶你们2人不死。九天，把剑给他们吧，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不行，这把剑绝不能落到他们手里。
难道你想死在这里吗？我们已经都拼到最后2个人了，援军根本不会来。为了一把破剑，值得吗？这不是一把普通的剑，它是开启另一个位面的钥匙。一旦让妖王得到它，打开位面通道，那个的世界亿万生灵都会被这些妖魔屠戮殆尽，化为焦土。就算是死，我也绝不会让这把剑落入妖王之手。求剑！九天，我跟你一起走！强者从来不会凭空出现，能在短短100年间修炼到3界之巅，让4大宗门联手才能勉强抗衡。你以为凡界能诞生这样的存在吗？你是说妖帝九天根本不是凡界之人，他来自仙界？天机不可泄露，你只需要记住，楚尘必须死。若是让他恢复了前世的全部力量，别说升仙，你我连活命的机会都没有。仙界原来如此，妖帝的血脉若是能吞噬了他，我岂不是能直接飞升仙界，成为真正的仙人？楚尘，等我踩着你的尸骨飞升，这3界就都是我的。他就是白虎。没错，没想到竟然被折磨成这个样子。这些混蛋竟然用万剑穿心阵折磨了白虎100年，这些剑痕全都是每天反复刺穿他的骨骼，抽走他的本源仙力留下的。朱雀，他怎么回事？不认识妖帝血脉吗？他被折磨了100年，神智早就被恨意淹没了。白虎，是我。朱雀，你死了？我没死，是楚尘救了我。他是妖帝陛下的后人，身负纯正的妖帝血脉，我们一起跟在他身边，等他成长起来，就能替妖帝陛下报仇。就凭他一个连我一声虎啸都扛不住的毛头小子，也配当妖帝的继承人？朱雀，你是不是被雷浩关傻了吗？他真的是妖帝的后人，刚才你感受到的血脉气息难道是假的吗？他已经融合了我的内丹，只要再拿到你的内丹，妖力就能彻底觉醒。是不是废物？打过才知道。你要是能打赢我，我掉头就走；要是我赢了，你就得认我为主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妖帝后人到底有几分本事。就这点力气，还不够给我挠痒痒的。用剑，你还差得远呢。你竟能操纵万剑宗的剑阵！不行，再这么下去只会被耗死，必须速战速决。找死！老祖宗，求求您放了他吧，他是好人。好人？修仙者能有什么好人？4大宗门杀了我们多少同族，你忘了？他不一样，他和那些残害我们妖族的恶人不一样。您不是常说妖帝陛下当年是怎么护着我们妖族的吗？罢了罢了，念在你救了虎妖的份上，我不杀你。走吧。不对，你的本源仙力怎么流失的这么快？这剑阵运转了100年，天天抽我的本源仙力，能撑到现在已经是极限了。再过不久，我就要魂飞魄散了。不如化作残魂与楚尘共生，等到他足够强大，再替我们重塑肉身，不比死在这里沦为别人的养料好。小子，我问你，你若真能继承妖帝之位，可能做到护天下妖族周全，再也不让4大宗门的人肆意屠戮？我发誓。
只要我活着，定要让妖族和凡人一样，堂堂正正活在阳光下，再也不受任何人欺凌。记住你说的话。等你们长大了，就去镇守四方，以保凡间太平。修为比之前暴涨了数倍，现在就算再碰到断天，也有一战之力。啊！你真的融合了白虎仙丹？说到做到，这瓶精血你收好，足以让万剑宗弟子的修为提升一个档次。只剩最后3天了，断天，你欠我的，欠我娘的，是时候该还了。断天，出来受死！找了你许久，没想到还真敢送上门来。我还以为你要躲在角落里缩一辈子呢。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立刻放出我娘的魂魄，我可以给你个痛快。否则，今日我要血洗碧泉宗。血洗碧泉宗，就凭你？不过是融合了朱雀和白虎2颗废丹，就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？100年前妖帝9天，还不是被我一剑刺死？你这半吊子的妖帝血脉，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？荒谬！分明是你暗箭伤人！你们这群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也配自诩正道？这叫兵不厌诈。今日站在这里的是我，不是他9天。要怪就怪他太弱。堂堂碧泉宗掌门，修仙联盟的盟主，竟将如此下作之事说得这般大言不惭，也不觉得害臊？住口！你不过是个身负妖血的孽种，也配对本座指指点点？别忘了，你娘的魂魄还在我手中，只要我想，她立刻就会魂飞魄散。你敢！不知死活！掌门已经100年没有这般出手了，这楚尘才修炼多久啊？竟然能跟掌门对上，这也太恐怖了！你懂什么？不过是靠着妖丹罢了。真论起根基道行，怎么可能是掌门的对手？没想到你融合仙丹后，长进倒是不小。对付你绰绰有余。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，真以为我会不知道你来？藤掌门，该现身了。断天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，竟然还找了帮手！对付你这种妖帝余孽，自然要全力以赴。毕竟，你可是掀翻了神火宗和万剑宗的大人物。你就是楚尘？哦，不对，我该叫你妖帝才对。转世重修了100年，怎么反倒越活越回去了？现在的你比当年的9天差远了。认得，当年刺杀妖帝的也有你一个，老东西竟然还活着。也好，当日的账今日一并了结。当年你都不是我们的对手，现在的修为还不到巅峰时期的30%，也敢口出狂言？仅仅是随手一击就有这般威力，那股森寒的气息仿佛连灵魂都能冻住。唐化元的修为不在断天之下，必须速战速决。你们2个一起上吧，我倒要看看尔等虚伪小人到底有几分本事！狂妄！100年前本座能杀了9天，100年后自然也能杀了你这个转世之神。藤掌门莫急，这种蝼蚁还不配你我出手。今日叫你来是看一出好戏。这熟悉的气息是娘。断天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不是一直想要救你娘吗？我今天就给你这个机会。晨儿，娘，你敢过来，我就让她魂飞魄散。你敢？只要你现在自废修为，跪下来给我磕3个响头，我就放他去轮回。怎么样？这个交易很划算吧？你做梦！我告诉你，断天，我今天不仅要救我娘，还要把你挫骨扬灰，为所有死在你手里的妖族报仇！可笑！别说你现在只有这点修为，就算是9天复活，今天有我在，他也走不出这碧泉宗的山门。这群畜生，
连一个手无寸铁的妇人的魂魄都不放过，也配当正道掌门？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我说的话就是正道。段天，你敢动我娘一根汗毛，我定要你整个碧泉宗给他陪葬！哦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让碧泉宗给他陪葬。住手！晨儿，好好活着。不要！娘，真是一出好戏，很是精彩。段掌门，你这一手釜底抽薪，真是让本座大开眼界。滕掌门过奖了。对付这种妖物，自然要用最有效的法子。我就是要让他亲眼看着自己最真实的东西在眼前化为乌有，让他尝尝什么叫绝望。段天，我要杀了你！就凭你现在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还想杀我？楚尘，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。年轻人就是沉不住气。你以为融合了朱雀和白虎2颗仙丹就能翻天了？别忘了，100年前的你比现在威风100倍。最后还不是落得个魂飞魄散。卑鄙小人！当年要不是你们用奸计偷袭莲，又怎么会输？你们满口仁义道德，背地里却干着最龌龊的勾当，你们才是真正的妖物！说起来，你娘还真是个可怜人。20年前在雪地里捡了你这个灾星，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本以为能享几天清福，结果呢？因为你，她被我抓上碧泉宗，在镇妖台上受尽了折磨，最后连个全尸都没留下，魂魄还被我打散，永世不得超生。那我就算是死，就算是一息，也要将你们2人错起下地狱，定要血洗碧泉宗、琉璃宗，让你们所有的弟子、所有的亲人都为我娘陪葬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既然急着去死，那就成全你。既然段掌门都出手了，那本座也不能闲着。今日我们2人联手，彻底了结了这个妖帝余孽，永绝后患。朱雀、白虎，你们能不能说服玄武和青龙？他们当年都是妖帝的灵宠，难道真的要帮着这些仇人对付我吗？没用的，这根本不是玄武和青龙的本体，只是段天和滕化明抽取了他们的本源仙力，凝聚出来的没有灵魂的法身罢了。没错，他们现在就是2具被操控的傀儡，根本没有自己的意识，更认不出我们。收拾这2个破烂傀儡，绰绰有余。好，就让这些伪君子尝尝我们的厉害。不过是2只丧家之犬的残魂罢了，也敢在本座面前放肆。先杀了楚尘这个本体，没有了他的妖力支撑，朱雀和白虎自然就会消散。来得正好！老东西，竟敢偷袭！妖孽受死！不好！你在我们面前，就像一只蝼蚁一样不堪一击。朱雀和白虎也在消耗我的妖力，必须速战速决。这小子还真耐打，看来不用点真本事是不行了。这是琉璃宗的镇宗之宝7宝琉璃塔，能镇压一切妖邪，炼化万物。今天就让你尝尝被炼化的滋味，给我收！想跑，没那么容易！该死，竟然让他跑了！他身受重伤，肯定跑不远。传我命令，修仙联盟搜捕楚尘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不行，我不能倒下，我还要报仇。娘，对不起，我还是太弱了。你是来杀我的吗？醒了。你没杀我，我为什么要杀你？我是修仙联盟通缉的妖帝余孽，是屠杀神火宗满门的魔头。你是万剑宗的大师姐，正道弟子的楷模。杀了我，既能领赏，又能扬名，何乐而不为？我以前一直以为宗门规矩就是天，人妖殊途就是真理。我守着那些条条框框活了20年，斩过无数妖物，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走的路。直到我亲眼看见段天打散你娘的魂魄。你看见了？那时候我就在想，
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正道吗？为了逼你现身，连一个手无寸铁已经死去的妇人的魂魄都不放过。我们口口声声说斩妖除魔普度众生，可我们做的事情比妖物还要残忍100倍。那你原谅我了吗？不好，有强敌入侵。是段天，他肯定是追着我的踪迹来的，我不能连累你们，我现在就走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出去就是送死。段天和腾化园联手，你连他们一招都接不住。你先在这里待着，我去看看情况。放心，我不会把你交出去的，至少现在不会。段掌门、滕掌门，不知二位今日带着这么多弟子光临我万剑宗，有何贵干？苏掌门何必明知故问？妖帝余孽楚尘杀我碧泉宗弟子，盗走朱雀仙丹，屠杀神火宗满门，罪大恶极。本座追踪他的踪迹，发现他就藏在你万剑宗内，还请苏掌门立刻将他交出来，免得伤了我们修仙联盟的和气。段掌门说笑了，楚尘乃是修仙联盟通缉的要犯，我万剑宗怎么可能窝藏他？昨日我万剑宗确实发现了他的踪迹，还和他交过手，可惜被他逃走了。苏无极，你这谎话编的也太假了吧！楚尘身受重伤，经脉尽断，连飞行都困难，怎么可能从你万剑宗逃走？我们一路追他的妖帝气息，就到了万剑宗的山门。你要是再敢狡辩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滕掌门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。你说楚尘在我万剑宗，可有证据？要是没有证据，就带着你的人离开。我万剑宗也不是好欺负的。你要证据？这就是证据。这是我们在你万剑宗山门外发现的楚尘的血，除了他，还有谁的血是金色的？苏无极，你还要抵赖到什么时候？一滴血而已，说不定是楚尘故意留下的，想嫁祸给我万剑宗。段掌门英明一世，怎么会被这种小伎俩骗了？段掌门，弟子可以作证，楚尘确实不在我万剑宗内。昨日他身份暴露，打伤了我宗门弟子，已经逃走了。我们找了整整1夜，都没有找到他的踪迹。大师姐怎就这般确定他不在？难道你想包庇妖帝余孽不成？我只是实话实说，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，谁也无法断定楚尘在我万剑宗内。唐姑娘，本座念在你是万剑宗未来的继承人，不想和你一般见识。但你要是敢包庇妖帝余孽，就是与整个修仙联盟为敌。到时候别说你一个大师姐，就算是苏无极也保不住你。段掌门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唐颖是我万剑宗的弟子，轮不到你来教训。我再说一遍，楚尘不在我万剑宗内。你们要是不信，可以自己搜，但要是搜不到，就必须向我万剑宗道歉，赔偿我万剑宗的损失。苏无极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。我们今天既然来了，就一定要把楚尘带走。你教人万事皆休，不教人，我们就踏平你万剑宗自己搜。滕化元，你别太过分。我万剑宗传承1000年，岂是你说踏平就能踏平的？真要打起来，你们碧泉宗和琉璃宗也讨不到好果子吃。鱼死网破，你也配？苏无极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要是还不把楚尘交出来，别怪我动手。到时候万剑宗上下数千弟子全都得给楚尘陪葬。为了一个妖帝余孽，赔上整个万剑宗，值得吗？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楚尘不在我万剑宗内。你们要是敢硬闯，我就启动护山大阵，和你们同归于尽。200年前，妖帝的护山大阵都被我们攻破了，何况你这个小小的万剑宗？所以，苏无极，你拿什么跟我们同归于尽？万剑宗已失去仙兽白虎，没有再为联盟效力的价值，可以消失了。好，我教人。掌门，你怎么能？我们宁愿战死，也绝不向这些伪君子低头。掌门，你说什么？楚尘他……早这样不就好了？非要逼本座动手。苏掌门果然是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为了一个妖帝余孽，赔上整个万剑宗，确实不值得。跟我走。
这是命令。没关系，我跟你们走。对不起，是我没有保护不了你。不关你的事，我本来就是个灾星，走到哪里都会给人带来麻烦。多谢苏掌门这些日子的收留，这份恩情，楚尘来世再报。我没有看错人，看来白虎仙丹确实有了不错的归宿。苏掌门，您段天的野心从来都不止你一个楚尘。就算今天我把你交出去，用不了多久，他也会找别的借口吞并万剑宗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。我在这里拖住段天和藤化元，你们两个趁机从后山密道离开，直奔琉璃宗，拿到青龙仙丹。只要集齐了朱雀、白虎、青龙3颗仙丹，别说一个段天，就算是整个修仙联盟都不是你的对手。唐颖和你一起去。掌门您，此刻藤化元和琉璃宗的大部分弟子都在万剑宗，琉璃宗内部空虚，这是你们唯一的机会。您的意思是？那您怎么办？段天要是发现我们跑了，一定会迁怒于您和整个万剑宗的。这是万剑宗的掌门令，宗门复兴就靠你了。弟子谨遵师命。楚尘，我知道你背负了太多的仇恨和痛苦，但你要记住，你不仅是妖帝的后人，更是所有被段天压迫的妖族和凡人的希望。万剑宗数千弟子的性命，整个修仙界的未来都赌在你身上了，不要让我们失望。您放心，楚尘在此立誓，若不能手刃段天，我楚尘永不超生。时间不多了，你们快走！万剑宗从今日起，不再向任何人低头。楚尘呢？跑了？你说什么？苏无极，你敢耍我？哼，耍你又怎么样？段天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吗？就算我今天把楚尘交给你，你也照样会吞并万剑宗，就像你吞并神火宗一样。什么？神火宗是段掌门做的？怎么可能？神火宗的仇，我们万剑宗记下了。既然你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今日我便踏平你万剑宗，让你和你的宗门一起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。踏平我万剑宗？段天，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。你真以为我万剑宗毫无准备吗？万剑宗弟子听令，将妖帝精血引入体内。修为竟然连破3层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怎么会有这么多提炼过的妖帝精血？这绝对不可能！提炼妖帝精血需要耗费极大的心神和修为，就算是仙人，也不可能一次性提炼出这么多。苏无极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的天，他们的修为怎么突然长了这么多？这还是人吗？一滴血就能让人突破一个大境界，这妖帝血线也太恐怖了吧！完了完了，现在他们的实力比我们还强了，我们还怎么打？就让我们用手中的剑，守护我们的宗门，守护我们的家人，守护这世间最后的公道。生是万剑宗的人，死是万剑宗的魂。生是万剑宗人，死是万剑宗魂。与宗门共存亡，与宗门共存亡，与宗门共存亡。你段天的修为虽高，我的剑也未尝不利。你的伤还没好全，再这么折腾，还没找到青龙，你自己就先撑不住了。没时间了，苏掌门在万剑宗拖住段天和藤化云，每多耽误一刻，他就多一分危险。藤化云一旦发现我们不在万剑宗，肯定会立刻回防琉璃宗，到时候再想拿到青龙仙丹，就难如登天了。我知道你着急，可也要顾着自己的身子。你要是倒下了，别说救掌门，就连你娘的仇也报不了了。我娘，我连她最后一面都没留住，连她的魂魄都没能护好。我要是再慢一点，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因为段天那个魔头送命。小心，藤化元果然留了后手，专门守护青龙。这阵法好诡异，
没有丝毫杀气，却让人心里莫名的发慌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牵引着我的心神。镜花水月幻阵最是歹毒，它不伤人肉尸，却能直击人内心最深的执念，将人拉入最渴望的完美幻境之中。一旦沉浸其中，就会永远困在里面，变成行尸走肉，直到魂魄被阵法慢慢吞噬。务必守住心神，千万不要被幻境迷惑。是母亲，是母亲的气息。楚尘，别去，那是幻境，快回来！是万剑宗的罪人，千古罪人。这不是真的，万剑宗不会灭的。万剑宗会灭，都是因为你。掌门，你还活着，太好了！这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您告诉我，这都是假的。假的？你看看这些尸体，看看你亲手毁掉的万剑宗，这都是假的吧？不是我没有毁掉万剑宗，是段天，是腾化源，是他们狼子野心想要吞并万剑宗。他们为什么会来？还不是因为你？是你把妖帝楚尘带回了宗门，是你不顾全宗门反对，执意收他为徒，是你一次次包庇他，给他机会盗取白虎仙丹。我没有包庇他，楚尘不是坏人，他只是想为他娘报仇，我没有包庇他。他想报仇，就该拉着我们全宗门给他陪葬吗？是你引狼入室，是你把灾难带到了万剑宗，他们信任你，尊敬你，把你当成未来的宗主，可你却把他们推向了地狱。别说了，我让你别说了。是你害死了他们，是你害死了我，是你毁了万剑宗1000年的基业，你就是万剑宗的罪人，千古罪人。真的是我，是我害了大家，是我毁了万剑宗。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，你这辈子都要背着万剑宗数千条人命活下去，永远活在愧疚里，永世不得解脱。自刎谢罪，这是你唯一能为宗门做的事。自刎谢罪？没错，只有你死了，才能告慰这些死去的同门在天之灵。只有你死了，万剑宗的罪孽才能洗清。拿起剑，别让我看不起你。好，我谢罪，把我的命赔给大家。这是把他扔了，这是妖物，你这个罪人不配拿着掌门令。这是万剑宗的掌门令，若我战死，宗门复兴就靠你了。记住，万剑宗的弟子从来不会向任何邪恶低头，我们的剑是用来守护的。你不是掌门，苏掌门从来不会让我用死来赎罪。他告诉我，万剑宗的弟子，就算只剩最后一口气，也要挥剑向前。我就是苏无极，是你害死了我，害死了全宗门，你必须死，你必须自刎谢罪。镜花水月幻阵，引动人心执念，编织虚假幻境。你不过是我心里的愧疚幻化出来的影子罢了。我承认，我有错，我低估了段天的野心，我让宗门陷入了危机。但我不会用死来逃避。你敢反抗我，你这个罪人！我不是罪人，真正的罪人是段天，是腾化源，是那些为了一己私利屠戮无辜的魔头。我的命不是用来谢罪的，是用来完成苏掌门未尽的心愿。楚尘，楚尘，你醒醒，那是幻境，快出来！尘儿，娘，是你吗？真的是你吗？傻孩子，不是娘还能是谁？你这孩子怎么出去一趟回来跟傻了似的？娘，我好想你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对不起，如果不是我非要去求药，你就不会死，都是我的错。娘好好的在这里，怎么会死呢？以后咱们再也不分开了，不去什么碧泉宗。娘，你怎么知道碧泉宗？我没和你说过去碧泉宗求药吧？娘想通了，娘的病不打紧，只要你平平安安的，比什么都强。我们不去求什么仙，也不学什么道了，就在这个小村子里安安稳稳过日子，好不好？好，都听娘的。我们不去碧泉宗了，哪里也不去了，就在家里陪着娘。真好，没有打打杀杀，没有血海深仇，没有妖帝的身份，也没有背负的万千人命。我就是普通的农家孩子，有母亲在身边，过着平凡日子。不好，他越陷越深了，我该怎么办？对了，亦非是我炼化过的佩剑，和我有神识连接，楚尘一直带在身上。楚尘，是我唐颖，这是腾化园的镜花水月幻阵。
娘，多谢你当年在雪地里救了我，把我养大，这份恩情，我这辈子都还不清。傻孩子，说什么傻话呢？你是娘亲生的，娘养你是天经地义的，什么救不救的？你不是我娘，娘说过，我是她20年前在雪地里捡来的孩子。晨儿，你胡说什么？我就是你娘！你看看这个院子，都是我们一起打理的，难道是假的吗？留下来陪娘，我们过好日子不好吗？还有很多人在等着我，还有很多仇要报。如果真的有下辈子，我一定做你的亲生儿子，一辈子陪着你，再也不离开。不要晨儿，不要离开娘！你终于醒了，我还以为你再也出不来了。我没事，阵法已经破了，现在该去拿青龙仙丹了。竟然是妖帝气息！朱雀、白虎，你们竟然还活着！青龙，我们来晚了，让你受了这么多年的苦。藤化元这个老贼，竟然把你折磨成这个样子！等我出去，定要将他碎尸万段，抽他的筋，扒他的皮，为你出气！我被镇压在这里100年，妖帝陛下不知所踪，无数妖族被他们肆意屠戮，抽丹炼药，一切都太晚了。楚尘身负最纯正的妖帝血脉，他已经融合了我和白虎的仙丹，你不妨也加入我们，让他变得更强。就凭他一个毛头小子，也配让我献出自己的仙丹？我知道自己现在还不够强，但我发誓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就一定会为所有被段天残害的人报仇。当年妖帝陛下也发誓会永远护着我们，可结果呢？他走了，留下我在这里受尽折磨。万妖谷的妖族们也相信他的誓言，可最后呢？他们全都死在了4大宗门的屠刀上。你的誓言又能值几个钱？青龙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妖帝陛下为了守护3界，连自己的性命都豁出去了，你怎么能怀疑他？我不是怀疑，我是恨他当年为什么要相信那些人类，恨他为什么要为了不相干的人牺牲自己，恨他为什么丢下我们不管。这不是妖帝陛下的错，错的是那些背信弃义的人类，错的是段天、藤化元这群伪君子。当年如果不是他们用奸计打开了万妖谷的护山大阵，4大宗门根本不可能攻破万妖谷。那又怎样？事实是妖帝死了，万妖谷没了。现在你们让我相信这个毛头小子，让我把自己的仙丹献给他，让他重走妖帝的老路，我办不到。我不会重走任何人的老路，我要让所有被压迫的妖族和凡人都能堂堂正正地活在阳光下。我不会再让任何人像对待你们一样对待任何一个妖族。够了，够了！人类的话，我一个字都不会信。青龙，你怎么就这么固执？难道你就甘心一辈子被锁在这里，被藤化元抽取本源之力，直到油尽灯枯吗？是啊，青龙，我们已经失去太多了，不能再失去彼此了。现在只有我们联手，才能打败段天，才能为死去的族人报仇。青龙，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相信我们？我只认强者。当年妖帝陛下能让我们心甘情愿追随他，是因为他是3界最强的存在。你想让我献出仙丹，认你为主，那就用实力证明给我看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会用实力让你心服口服。今天我要么带着你的仙丹离开，要么就死在这里，绝不回头。毛头小子，既然你执意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，让你看看真正的仙兽到底有多强。小心，他的修为比我和白虎还要强，你伤势未好，不是他的对手。没时间了，苏掌门还万剑宗拖着段天，每多耽误1秒，就多一个人会死。我必须拿到青龙仙丹。这是属于楚尘和青龙的对决，我们不能插手，否则青龙绝不会服气。臭小子，你找死！青龙，醒醒吧，别再执迷不悟了。只有跟着楚尘，我们才能报仇。就这点本事，也敢来要我的仙丹？
当年的妖帝一根屎就能捏死你这样的废物，我还以为他的后人能有多厉害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我还没输。再来，再来！青龙，求求你住手，别打了！楚尘从来没有害过任何一个妖族，他只是想为他娘报仇，只是想让大家都能好好活着。求求你放过他吧！小丫头，你懂什么？你见过万妖谷血流成河的样子吗？你见过刚出生的小妖被累活活摔死的样子吗？这些都是你们人类干的！小子，下辈子投胎别再做人了。就算再来一次，我还是会这么做。我娘说过，人活着就要有担当，我不能让那些牺牲的人白白死去，不能让妖族永远活在黑暗里。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我就用最残忍的方式杀了你，让你尝尝被9天神雷劈成灰烬的滋味。楚尘，这就是和我作对的下场。他怎么样了？原本断裂的骨头，在雷电的淬炼下，开始快速重组，变得比云铁还要坚硬。不可能，这是大地之体，凡人的躯体怎么可能被9天神雷炼成大地之体？多谢你的天雷，帮我淬炼了躯体，现在该轮到我了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是断天，不是藤化元，我不会利用你们，不会背叛你们，我会带着你们踏平碧泉宗，手刃断天，为所有死去的妖族和凡人报仇。我会让妖族和凡人一样，堂堂正正的活在阳光下，再也不用躲躲藏藏，再也不用被人肆意屠戮。我输了，希望你能实现你的诺言。从今往后，我愿追随于你，助你完成大业。若违此事，天诛地灭。楚尘，你怎么样？9天，大获全胜。从今往后，这3界之内，再也没有人敢招惹我们万妖谷了。伤亡统计出来了吗？嗨，打仗哪有不死人的？死了几百个小妖，换来了整个妖族的太平，值了。再说了，那些人类修士死的更多，够他们心疼几百年的了。每一个妖族的性命，都不是用来换太平的筹码。你说什么？他们跟着我，是信我能护他们周全，不是让他们去送死。你就是太心软了。这3界本来就是弱肉强食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我们不杀他们，他们迟早会杀了我们。今日若是我们败了，死掉的妖怪只会更多。那些所谓的宗宗们，一个个道貌岸然，实则男盗女娼，欺压凡人，屠戮妖族。你想说什么？既然他们不行，那我们来。我们2人联手，天下无敌，何不趁此机会踏平4大宗门，当这个世界的王？我无心主宰一方世界。你说什么？无心主宰？我们在异域打了整整10年的仗，死了那么多的兄弟，流了那么多的血，难道就是为了打完仗之后躲在这个破院子里种桃花？不然呢？我们当初从异域战场逃到这里，不就是为了能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，过几天安稳日子吗？既然现在仗打完了，敌人也退了，那就该好好过日子了。好好过日子？9天，你清醒一点！这个世界那么大，那么多的山川河流，那么多的城池土地，那么多的人等着我们去统治。我们打赢了仗，我们就该享受胜利的果实，就该站在最高的地方接受所有人的朝拜，这才是我们应得的。我想要的从来都不是这些。我见过太多的杀戮，太多的死亡。弱肉强食本就是天道，你不杀别人，别人就会杀你。你以为我们现在停手，4大宗门就会放过我们吗？我会加固万妖谷的护山大阵，会教妖族们修炼，会和人类划定边界，互不侵犯。9天，你难道忘了我们在异域战场是这里最强的活下来的吗？是靠拳头，是靠武力，不是靠什么狗屁的互不侵犯。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，正是因为记得他们的牺牲，我才更不能让他们的血白流。他们是为了守护家园而死，不是为了满足某个人的野心而死。这不是野心，是我们应得的。我们付出了那么多，我们就该拥有这个世界。你不想当王，我来当，你只要在背后支持我就行，我们共享天下。我不会支持你的，朱玉，收手吧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回头？我朱玉这辈子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回头。既然你不愿意和我一起打天下，那我们就道不同不相为谋。9天，你会后悔的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只有权力，只有武力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。你今天放弃的
是整个世界。朱宇，原来妖帝根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妖帝来自异域，是我们4大仙兽的最大秘密，一旦泄露，3界必乱。朱玉呢？他和妖帝决裂后去了哪里？离开万妖谷后，朱玉彻底疯魔。他在凡间大肆作乱，焚城灭寨，屠戮宗门，凡挡路者无一幸免。4大宗门联手围剿，竟全被他打得溃不成军，连凡间帝王都被他逼上金銮殿，只差一步就要被当场斩杀。连4大宗门都不是对手，他到底有多强？他与妖帝不相上下，又心狠手辣，毫无顾忌。那时候的他就是3界第1魔头。那他为何会消失？总不可能凭空没了踪迹。就在朱玉要挥刀斩杀君王，踏平凡间之际，一名神秘强者破空降临。那人无门无派，无名无号，只用一招就破了朱玉全部修为。一招镇压，这世间竟然还有如此高手，比断天腾化元还要强上数倍。那位强者从不插手3界纷争，是真正的隐世大能。不管神秘强者是谁，现在最要紧的是赶回万剑宗。苏掌门还在以一己之力抵挡断天和腾化元，多耽误一刻，他就多一分死结。我已与你血脉相融，青龙之力任你掌控，今日便随你杀回万剑宗，清算旧账。苏吉，你真是冥顽不灵，为了一个妖帝余孽，赔上万剑宗全门性命，值得吗？今日我便动用青龙大阵，将你万剑宗彻底化为飞灰。怎么回事？青龙大阵为何失效？滕掌门，你耍什么花样？莫非想私藏实力？不可能，青龙大阵以青龙本源仙力为根基，除非……太好了，你们终于回来了。哈哈哈哈！楚尘，你这孽障竟然还敢主动送上门来，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闯。手下败将还敢现身，你倒是比妖帝9天还要狂妄。我的天，这是什么鬼威压？我连气都喘不上来了。是青龙的气息，绝对错不了。我在禁地守了3年，天天闻这个味道。你们不是说青龙被锁得死死的，永远不可能逃出来吗？他连青龙都能收服，我们怎么打？是阿战，他真的回来了，我们有救了！苏掌门没有白等，兄弟们杀呀！我之前居然怀疑他是魔头，我真是瞎了眼。这真的是青龙气息，你竟然偷走了青龙仙丹！以仙兽精血炼阵，以妖族尸骨炼丹，你算什么正道掌门？青龙是我琉璃宗战利品，你夺取仙丹，毁我大阵，我便替天行道，除了你这妖孽！神火宗满门被断天所杀，你们栽赃给我；碧泉宗视人命如草芥，你们称之为正道；万剑宗守护公道，你们就要赶尽杀绝，这就是你们的道。他说圣火宗是段掌门灭的，不可能吧？段掌门可是修仙联盟盟主啊，怎么会干这种事啊？原来神火宗是你杀的，你这个伪君子！还把脏水泼到别人身上，为死去的神火宗兄弟报仇！口舌之力无用，你身负妖帝血脉，本就该魂飞魄散。今日我与滕掌门联手，你插翅难飞。交出3颗仙兽仙丹，自废修为，我可留你全尸。段天，你好大的脸！你杀我母亲，碎她魂魄，栽赃陷害屠戮宗门，坏事做绝，还敢谈条件？你当年偷袭妖帝，暗布死局，如今又想故技重施，真当天下人都是瞎子？妖就是妖，天生邪恶，就该被镇压，被炼化。我们是守护3界安宁，你这妖物懂什么？你们行的是贪婪之道，守的是权力之规。强者制定规则，弱者服从命运。你娘，万妖谷4大仙兽都是弱者，死了也是活该。你若识相，立刻臣服，否则我让万剑宗鸡犬不留。今日有我在，谁再敢动万剑宗一人，就是与我为敌。所有人听令，诛杀妖帝楚尘！我说最后一遍，不怕死的，尽管上来试试。我不打了，我不想死啊！这根本不是人能打的，琉璃宗要完了，赶紧跑啊！晚了就没命了！反了，都反了！一群废物，谁敢跑？这事儿没完。
你知道段天为什么会突然撤退吗？他根本不是怕了你，而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秘境又要现实了，就是100年前妖帝陨落的那个秘境。没错。他想拿到仙剑，镇压天门，劈开仙兽，屠戮神火宗，追杀你，然后称霸3界，做这天地间唯一的主宰。劈开天门，这怎么可能？别人不能，但那柄仙剑可以。世人皆以为是妖帝想独占仙剑，称霸3界，所以修仙联盟才杀了他。事实上，他告诉过我们，天门后面根本不是什么仙界，而是异域妖族的战场。一旦天门打开，无数凶残的异域妖族就会涌入我们的世界，届时亿万生灵都会被屠戮殆尽，整个凡界都会化为焦土。这些我们都知道了。段天要是真拿到仙剑打开天门，我们所有人都活不成。现在万剑宗没了力气，只能靠你了，楚尘。掌门放心，段天的阴谋绝不会得逞。不过所谓的秘境到底是什么地方？为什么仙剑会被封印在里面？秘境是妖帝当年亲手所创。什么？当年妖帝从异域战场带着仙剑来到这里，为了防止仙剑的力量被别有用心的人乱用，他消耗了自己1半的修为，制造出了这个秘境空间，将仙剑封印在了里面。除了陛下自己，没有人知道秘境和仙剑的存在。那100年前的修仙联盟是怎么得知仙剑的消息，又是怎么打开秘境裂缝的？不是妖帝自己破路的，那就只能是他。你是说朱玉？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还活着？只有他活着，这100年来发生的所有事情才说得通。修仙联盟、秘境现世，这一切都是他布下的局。段天，你刚才为什么要撤退？我们明明还有胜算。那小子虽然拿到了3颗仙丹，但他身受重伤，灵力耗尽。只要我们再坚持一会儿，一定能杀了他。你还好意思说？我让你好好看守青龙，你是怎么做的？连一个身受重伤的毛头小子都看不住，让他轻轻松松就闯进了琉璃宗禁地，毁了我100年的布局。滕化远，你就是个废物！段天，你说话要凭良心。当年若不是我助你偷袭妖帝，你能有今天的地位？若不是我把琉璃宗的弟子都带来帮你攻打万剑宗，你能这么轻易的逼得苏无极走投无路？现在出了事，你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头上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是修仙联盟的盟主，是未来的仙界之主，你不过是我养的一条狗罢了。让你看着青龙，你都看不住，我留着你还有什么用？我告诉你，我忍你很久了。当年偷袭妖帝是我们4大宗门一起动的手，凭什么所有的好处都归你，脏活累活都让我们干？神火宗没了，现在你又想牺牲我琉璃宗，我告诉你，没门！等我拿到仙剑，劈开天门，整个修仙界都是我的，留着你这个废物，只会碍眼。你忘了告诉你，当年雷浩死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。来人，琉璃宗的人一个不留。这里就是万妖谷。200年前，这里是所有妖族的家园。4大宗门血洗万妖谷的那一天，血流成河，尸骨堆积如山。我终于回来了，我以为我再也回不来了。那些道貌岸然的正道修士，他们欠万妖谷数万妖族镇的血债，总有一天要万倍的还回来。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万妖谷恢复往日的模样。从今往后，再也不会有任何妖族被肆意屠戮，再也不会有任何家园被轻易摧毁。楚尘，秘境就在这里，但是我们找不到具体方位。怎么回事？不好，有人在强行撕裂秘境屏障，这股力量是朱玉，绝对是他，只有他才知道打开秘境的方法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100年了，我等了整整100年，本座终于要飞升成仙了。这一次再也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了。掌门先父有奖，授予天劫，3界独尊，万代不朽。别忘了，只能暂时随心相之内一道裂缝，你必须在裂缝就会自动愈合，到时候谁也出不来。仙剑，我的仙剑，为何会这样？你一个凡界修士，还想掌握仙剑，做梦！耍我？难道费了这么大的劲，最后只能空手而归？法当然有，只要我附在你身上，它会感应到我的仙力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你必须保证，拿到仙剑之后，要让我飞升成仙。放心。这就是仙的力量。好强的力量！仙剑现在该属于我了。不好，
秘境已经被打开了，你去阻止断天，这里交给我。小心！我终于拿到仙剑了。九天、楚尘，你们都输了，这个世界终将是我的。断天，放下仙剑，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楚尘，你居然还敢来，正好，就用你的血来祭我的剑。我是来救你的，立刻放下仙剑，关闭秘境裂缝。天门后面根本不是什么仙界，而是异域妖界。一旦你劈开天门，无数凶残的异域妖族就会涌入我们的世界，届时将生灵涂炭。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，这是上仙亲口告诉我的。你就是嫉妒我能飞升成仙，故意编造这种谎言来骗我。他根本不是什么上仙，他是朱玉，是200年前和妖帝九天一起从异域战场逃回来的人。你再执迷不悟，只会落得个魂飞魄散的下场。哈哈，都过去200年了，居然还有人记得我的名字。妖帝的血脉果然不一般。不，我应该叫你九天。我不是九天，我是楚尘，但我继承了他的意志，绝不会让你毁了这个世界。是这个九天先背叛了我。当年在异域战场，我们并肩作战，说好要一起打天下，一起站在世界的巅峰。可他呢？他为了一群不相干的凡人，为了所谓的和平，竟然放弃了我们的梦想。他宁愿躲在那个破院子里种桃花，也不愿意和我一起称霸3界。朱玉，醒醒吧，当年的事已经过去了。异域妖族是全人族的敌人，你不能引狼入室。说得轻巧，我以残魂在这世间游荡了200年，200年啊！我发过誓，我一定要毁了这个世界，我一定要让九天看看他当年的选择是多么的愚蠢。200年了，你还是这么执迷不悟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不可能！你明明已经消失200年了。周老，200年前击败朱玉的那位大能，竟然是你！小家伙，好久不见。不错，200年前是我出手废了他的修为。原来如此，难怪您能击败朱玉，还能凭空造出灵根。若不是你，我早就踏平3界，和九天一起站在世界之巅了。当年你屠戮31座城池，连刚出生的婴儿都不放。若不是你作恶多端，天怒人怨，我又怎会出手？笑话！那些人族修士杀妖族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出来主持公道？当年九天为了保护这群忘恩负义的人类，宁愿和我决裂。他以为他是救世主，结果呢？他死了，万妖谷没了，妖族被他们像牲畜一样屠杀了200年。这就是他守护的世界，这就是他想要的和平。妖帝从来没有后悔守护这个世界，他只是不想看到更多的人流离失所，不想看到更多的家破人亡。你和他一起经历过异域战场的残酷，应该比任何人都明白战争的可怕。最可怕的是背叛，是他九天背叛了我，背叛了我们所有在异域战场浴血奋战的兄弟。他为了一群不相干的人类，抛弃了我们一起打下的一切，甚至不来救我。你错了，当年我本想将你魂飞魄散，是九天求我留你一缕残魂。他真的这么说？可你呢？200年了，你不仅没有丝毫悔改，反而变本加厉。你蛊惑断天，屠戮宗门，挑起战争，甚至想要打开天门，放异域妖族进来毁灭这个世界。你对得起九天的一片苦心吗？我没有错，错的是九天，错的是这个世界。他既然选择了人类，选择了背叛我，那我就毁了他守护的一切。既然我得不到这个世界，那谁也别想得到。啊！你这个骗子，说过会帮我飞升成仙的。能成为我重获新生的养料，是你这辈子最大的荣幸。老东西，200年前仇，今日与你一并清算。200年前，我看在九天的面子上，留了你一缕残魂。本以为你能改过自新，没想到你还是执迷不悟。既然如此，今天我就不会在手下留情了。不可能，我怎么会输？我明明已经这么强了，甘仙啊！我受大道规则压制，不能随意干涉凡间纷争。方才出手打散朱玉残魂，已经耗尽了我100年积攒的力量。不会让你失望。断天和这柄仙剑就交给你了。就算朱玉死了，我手里还有仙剑，想杀我没那么容易。你欠我娘的，欠青牛村的，欠万妖谷的，欠所有被你残害的亡魂。今天，我要你连本带利，一并偿还。算我法力尽失，有仙剑在手，对付你这等小辈也绰绰有余。我就让你和你那个死鬼老娘团聚！
这一拳是为了我娘。这一巴掌是为了青牛村的妾妻，她才7岁，只想吃一口热馒头，只想和她娘好好过日子，你凭什么让她被活活烧死？别打了，求求你别打了，我错了，错了，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这一脚是为了万妖谷数万被你们屠戮的妖族，他们和你无冤无仇，只是想好好活着，你们凭什么把他们当成牲畜一样宰杀？你知道吗？我每天晚上都会梦见我娘，梦见她在火里喊我的名字，梦见妾妻抱着她娘的尸体哭，梦见万妖谷的妖族们在血泊里挣扎，这些画面我一天都没有忘。我把碧泉宗给你，把所有的宝物都给你，求求你，饶了我吧！我要你的碧泉宗有什么用？我要你的宝物有什么用？我只要你偿命！新仇旧怨，今日一并算清。段天，你欠我们的，今天该还了。楚尘，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就算死，也要拉着整个三界给我陪葬！不要！那就是天门。怎么回事？阻止异域妖族入侵这个世界的办法，只有一个：将他们永远封印在秘境之中。你会死的，楚尘，你不能死！对不起，我不该骗你。我不要你的对不起，我只要你活着。如果我走了，这个世界就完了。当年妖帝为了阻止异域妖族入侵，用自己的生命封印了仙界，现在轮到我了。以妖帝之名起誓，今日我愿以身殉道，封印秘境，永绝后患。不要！此方天地已被我封印，你出不去的。你身上有9天的气息，你是何人？我是这片天地的守门人，是9天的继承者。你想要踏平这里，先踏过我的尸体再说。就凭你这么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家伙，也敢拦本王的路？娘，唐颖，周老，对不起，我还是没能守住。掌门，我们真的撑不下去了。再等等。等什么？等楚尘吗？都1个月了，秘境早就塌成一片废墟了，他连尸骨都没留下。还有大姐也杳无音信，说不定早就被妖族吃了。现在整个三界都是异域妖王的天下了，碧泉宗的人也归顺了。我们已经躲了整整1个月了，每天都有人死，上个月还有20多个人，现在就剩我们几个了。再这么下去，迟早会被妖族的巡逻队找到，到时候连个全尸都留不下。你们以为投降了就能活下去吗？妖族残暴成性，他们只是把你们当成奴隶和食物。掌门何必这么固执呢？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啊！萧淼，你没死？我可比某些人聪明多了，早就给自己找好了后路，不像掌门你带着一群残兵败将躲在这种鬼地方等死。你和妖族勾结在一起了。掌门，其实我一直很尊敬，可惜你太迂腐，太愚。掌门，为什么？异域妖王已经答应我了，只要我把你们这些负隅顽抗的余孽交出去，就把碧泉宗的玄武仙授给我，还封我做整个修仙界唯一的尊者。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妖族言而无信，他们只是在利用你，等你没有利用价值了，他们会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踩死你。互相利用罢了。这个世道，活下去才是硬道理。什么正道，什么传承，什么宗门荣耀，都是狗屁。只有权力和实力才是真的。萧淼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叛徒！还有谁不
小尊者，求求您收留我，我们也愿意归顺小尊者，以后为您马首是瞻，求尊者饶我们一命。从今天起，我萧淼就是修仙界唯一的尊者。就你也配做尊者？楚尘，他没死，他真的没死。楚尘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，我以为你早就死在秘境里了，没想到你竟然还敢主动送上门来。还没收拾你这条背信弃义、残害同门的畜生，我就算做鬼也不会安生。你还有脸说我？你身负妖帝血脉，天生就是个灾星，走到哪里哪里就死人。你娘因你而死，青牛村因你而灭，万妖谷因你而亡，现在连整个三界都因你陷入了水深火热。住口！萧淼，你少在这里颠倒黑白。楚尘为了阻止异域妖族入侵，不惜以身殉道，封印秘境，他是拯救三界的英雄。而你呢？你为了一己私利背叛宗门，你才是真正的畜生。我的好师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。为了我？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你自己的野心。你醒醒吧，楚尘他是妖帝，他和那些吃人的妖怪是一伙的，你跟着他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妖帝又怎么样？至少楚尘从来没有背叛过任何人，从来没有为了权力地位出卖自己的同族。他就算是妖，也比你这个披着人皮的畜生强10000倍。我们从小一起在万剑宗长大，我对你的心意，你难道还不明白吗？我一直都喜欢你，从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就喜欢了。我努力修炼，拼命往上爬，就是为了能配得上你。你死了这条心吧，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和你这种小人为伍。好，好得很。你再好好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萧淼，你这个畜生！掌门待你如亲子，传你功法，教你做人，你竟然杀了他，你还有没有人性？笑话，在他眼里，我永远都比不上你。凭什么你一入宗就是亲传弟子？凭什么掌门令说给你就给你？凭什么万剑宗未来的宗主一定是你？我萧淼哪一点比你差？苏掌门待你不薄，你不仅背叛宗门，还亲手杀了他。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东西，连畜生都不如。待我不薄？他要是真待我不薄，就该把宗主之位传给我。我杀了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叛徒，为掌门报仇。不知死活。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，那就别怪我不念同门之情了。你以为自己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大师姐？现在的我，融合了玄武之力，又得到了妖王大人的加持，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你竟然修炼了妖族的邪功，我们万剑宗弟子宁死也不与妖族同流合污。只要能变强，别说修炼妖族邪功，就算是把灵魂献给妖王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归顺我，我可以饶你不死；否则，我就让你和苏无极那个老东西一个下场。动他，先问过我。楚尘，你别太得意，就算你没死又怎么样？现在整个修仙界都是妖王大人的天下，你一个人能打得过千军万马吗？识相的就赶紧跪下投降，我还能在妖王大人面前替你求个情，留你一条全尸。我就先杀了你这个叛徒，再去宰了那个什么狗屁妖王。来人，杀了他们两个！萧淼交给你，这些杂碎我来收拾。你们这些背叛宗门、助纣为虐的败类，今天我就替天行道，清理门户。今天你必须死！不可能，这可是千年玄铁打造的佩剑，你怎么可能一拳打碎？我的肋骨！这一脚为苏掌门！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你以为求饶就有用吗？杀苏掌门的时候，他求饶了吗？那些被你害死的人求饶的时候，你放过他们了吗？你别欺人太甚，我可是妖王大人亲封的尊者，你杀了我，妖王大人不会放过你的。等我杀了你，下一个就是他！我再也不敢了，饶了我！你知道错了，晚了。
从你举起剑杀向苏掌门的那一刻起，你就该死了！苏掌门，您看清楚，我这就为您报仇！放开我！求求你！苏掌门，您的仇我报了。碧泉宗禁地的阴气好重，四大仙兽里，玄武被段天折磨得最久，恨意也最强。灭魂阵，竟然又是灭魂阵！楚尘，你没事吧？我娘就是在这个阵法里，被段天用灭魂火烧得魂飞魄散。不好，我们触犯阵法了。这个灭魂阵比镇妖台上的强大很多，光凭蛮力根本打不破。段天果然留了后手，他早就料到我们会来这里找玄武，所以提前布下了这个杀阵。娘，晨儿，你怎么了？楚尘，我等你很久了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找玄武。段天，你这个畜生，休想利用我娘蛊惑我！蛊惑？不，我怎么会舍得让他就这么轻易的魂飞魄散呢？他的魂魄一直我关在。什么？我娘的魂魄还在？她明明在我眼前。那不过是我的灵力所化，就是为了引你上钩。我凭什么信你？信不信由你。晨儿，你快走，不要管娘！住手！段天，我要杀了你！别白费力气了，在我的灭魂阵里，你就是一只任我宰割的羔羊。你的妖力越强，灭魂火就烧得越旺，你娘的魂魄就越痛苦。段天，你都已经死了，还在这里兴风作浪，你就不怕天谴吗？我一生行事，何时怕过天谴？楚尘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自毁神识，把这具妖帝之躯乖乖交给我，我就立刻放你娘的魂魄去轮回，让她下辈子投个好胎，怎么样？做梦！否则，我就真的打散她的魂魄，让她永生永世不得超生。晨儿，不要答应他，娘就算是魂飞魄散，也不要你用自己的性命来换。你快走！闭嘴！楚尘，好好想想。10、9、8。楚尘，你疯了吗？他是骗你的，三界都会生灵涂炭。可是那是我娘啊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受苦。我知道你难受，他才会真的死不瞑目。3、2、1，住手！我就知道你是聪明人，赶紧动手吧。娘，对不起，我不能救你。你说什么？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我不能让段天的阴谋得逞，不能让三界的百姓都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傻孩子，娘懂，娘都懂。是我不想。娘好好活着，去做你该做的事，不要为娘难过。娘能再见到你，已经很满足了。你就不怕我真的打散你娘的魂魄吗？你以为用我娘的魂魄威胁我，我就会乖乖听你的话吗？你太小看我了！你这种卑鄙无耻的小人，就算是变成了残像，也只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我要让你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！不可能！楚尘，我就算是魂飞魄散，也不会放过你！我诅咒你永远活在痛苦和愧疚里！娘，你别走！晨儿，以后没有娘在身边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姑娘，晨儿这孩子脾气倔，心思重，以后就麻烦你多照顾他了。伯母您放心，我会的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。珍惜眼前人，好好活下去，娘就放心了。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完成你的心愿，守护好这个世界。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玄武，我们来接你了。我知道你们的来意，这个世界的未来就交给你了。楚尘，你一定要撑住啊！该来的
终究还是要来的。您在说什么呀？什么该来了？没什么，只是在想，以后要是我不在了，你们4个小家伙该怎么办？我们会一直跟着你，永远都不离开，会保护您的。没有人能永远陪着谁，总有一天，我会离开你们。到时候，你们就要自己保护自己，保护万妖谷，保护这个世界。我再给你们留一份礼物，未来的异域妖王一定会带着大军来到这个世界，届时整个3界都会去往陷入一场浩劫。走遍了无数个世界，我利用仙剑习得了其他世界的功法，终于创造出了一足以对抗异域妖族的无上神功。但我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。怎么会？4大宗门对我虎视眈眈，他们觊觎我的力量，觊觎仙剑的力量，迟早有一天他们会对我动手，对万妖谷动手。我将我毕生的修为分别注入了你们4个的体内，等到未来的某一天，有人能集齐你们4个的力量，就能完全继承我的全部修为。原来妖帝早料到会有今天，提前做好了打算。我知道我的血脉一定会为后人带来诸多困境，他会被视为妖孽，会被正道追杀，会背负无数的骂名和仇恨，他们会经历无数的痛苦和磨难，甚至会失去自己最珍视的人。但我也知道，能从这些苦难中走出来的人，一定拥有最坚定的意志和最强大的内心，能拯救这个世界的，只有你。不要害怕黑暗，不要畏惧苦难，所有打不倒你的，终将使你更加强大。带着我的力量，带着所有牺牲者的希望，去战斗吧，守护好这个世界，守护好你所珍视的一切。楚晨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成功了，你成功继承了妖帝的全部力量。是时候去找异域妖王了。九天，你看到了吗？你拼死守护的世界，现在已经是我的囊中之物。不光是这里，所有位面的世界也都是我的。你没那个机会。哪里来的人类小子，竟敢擅闯万妖谷，找死！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九天那个废物的转世。我不是九天，我是楚尘，但我继承了他的遗志，也继承了他守护这个世界的责任。今日，我就是来杀你的。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，既然你急着去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给我上，把这个小子撕碎！谁能拿到他的人头，我就封他为这个世界的妖王。楚尘，我们来了。我说过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这些杂碎交给我们，那个妖王就交给你了。小心。一群蝼蚁！你的对手是我，朱雀神火，焚尽万物。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？怎么样？我的魔气护盾可是用10万生灵的灵魂炼制而成的，凭你的神火根本破不了。是吗？那再加上这个呢？有点意思，不过游戏该结束了。这是我用战死的异域妖族的尸骨炼制的亡灵大军，好好享受被撕碎的滋味吧！区亡灵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！青龙听令，雷伐万军！你这个该死的小子！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小子，这是你逼我的。我本来不想用本体对付你，因为那样太便宜你了。但现在，我要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绝望。玄武之玉，固若金汤。怎么样？
感受到力量的差距了吗？在我的本体面前，你就像一只蝼蚁一样渺小。去死吧！和你那个愚蠢的前世一样，都将成为我脚下的尘埃。娘，唐毅，对不起，我还是没能守住。周老，您怎么来了？小家伙，我说过，我会一直看着你的。什么人？我是这个世界的意识，你妄图吞噬所有位面，屠戮亿万生灵，早已触犯了大道法则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大道法则限制你不能直接干涉凡间战争，你根本不能对我动手。你说的对，我受大道法则限制，不能亲自动手杀你。但是，你要统治的不是我一个世界，而是所有的位面。你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想杀你吗？你烧毁了我的生命之树，污染了我的河流山川，我以自然之名判你死刑。异域妖王，你屠戮了我3个附属位面，亿万生灵死于你的魔爪之下，这笔血债今天该还了。根据宇宙法则第37条，跨位面种族灭绝者将被所有位面联合制裁。你已被列入全宇宙通缉名单。人来的不少，但没用。大道法则限制你们不能干涉凡间战争，你们不能对我动手。我们确实不能亲自动手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代言人，替我们执行正义。楚尘身负妖帝血脉，是这个世界的天选之人，也是所有位面的希望。我借你魔法本源之力，愿你能斩断黑暗。我借你科技本源之力，愿你能击破邪恶。我借你自然本源之力，愿你能治愈创伤。异域妖王，你听到了吗？这是所有被你残害的生灵的怒吼，是所有位面的意志。今天，我代表所有世界宣判你的死刑。我不信你们会为了一个人类小子不惜耗费本源力量。我是不死不灭的，我要统治所有位面，我要成为宇宙之主。执迷不悟，那就让你看看所有位面联合起来的力量到底有多强大。万道归一，诛魔掌！我不甘心！小家伙，你做得很好。你拯救了所有的世界，所有的生灵都会记住你的名字。这是我应该做的，只是我有点累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各大位面的力量太过强大，仅凭一具肉身根本无法承受，再加上刚才燃烧了自己的全部本源，他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。楚晨，楚晨，你不要走！对不起，我不能再陪着你了。不要说对不起，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。你是英雄，是拯救了整个宇宙的英雄。替我看看这个世界，看看它恢复和平的样子。我会的，我一定会的，你放心。娘，我做到了，我守护了这个世界。恭送妖帝！弟子楚念拜见掌门，我想拜入万剑宗，学习仙术，守护苍生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弟子叫楚念，思念的念。好，我收你为徒。